拆车这个念头啊，我其实在前年的时候呢就冒出来了。那直到去年的夏天啊，我决定把这个想法落实成行动。那整个拆解项目啊，虽然磕磕绊绊，不过呢，好在最终啊，总算是亲手把一辆2020款的 Model 3给拆得个七七八八了。那这里呢，我要特别感谢中程智能硬件加速器在场地技术人员、供应链信息资源等方面的大力支持。那事先说明啊，这期视频里呢没有什么试驾体验，所以奔着这方面内容来的观众呢，你们现在可以起身去看春晚。那剩下的朋友，来，我们继续啊。因为视频有点长，所以为了方便大家观看啊，我先说一下这期视频主要讲哪3块内容，都标注了时间节点，大家挑自己感兴趣的看啊。首先呢，是我作为一个完全没有任何拆车技术和经验的纯小白，是怎么拆掉一辆车的，期间呢又踩了多少坑。其次呢，拆车过程中对于其中几块印象比较深的零部件，比如电池以及它的管理系统啊、车架结构和控制系统，分享一点观感和解读。最后呢，解释一下我为什么要选择亲手拆一辆特斯拉 Model 3。对了，我们还梳理了2020年最新的特斯拉 Model 3整车零件供应链信息。那这个信息呢，我们把它做成了2张图啊，一张呢是最新的零部件供应商信息，另一张呢是配套的供应链分布地图。那在视频的最后我会放出来。这里呢，大家现在可以来波弹幕先猜一下，整辆 Model 3它的所有零部件国产化率是多少？那好，我们开始吧。拆手机我熟啊，拆车呢真是花姑娘上大轿头一遭啊，无头绪、无经验、无技术，真3无产品。那就先看看别人怎么拆的啊，不是说啊你想学的 B 站都有嘛啊，所以呢，我立即着手认真的观看了几十个跟 Model 3拆解相关的视频啊，结果很遗憾的发现，不论国内国外，竟然没有一个视频是完整有序的拆解一辆 Model 3。要么是现场指定零件部位的讲解啊，要么就是开局一张图，甚至特斯拉其他车型的有序拆解视频也都没有。不过没关系啊，咱上边有人啊，然后我又通过朋友关系找了几位线下汽修店的师傅呢，虚心求教。结果巧了，他们都没拆过特斯拉啊，不论哪款车型。但是呢，收获还是有的啊，他们分享给我很多很务实的拆车经验啊，尤其告诫我拆电池部分一定要注意安全。万一不小心碰到高压电的话，那这个视频啊就不仅仅是具有纪念意义啊，而是极具悼念意义了。电池的拆解部分呢，他们建议我最好还是找有经验的师傅来操作。我一听恐吓的很有道理啊，留得楼兵在，不愁没车拆嘛。我本来大体的拆车计划呢是从上拆到下啊，先拆车身车架，最后拆底盘的动力能源系统。那既然老师傅这么说，那我们就先取出电池。大家都知道啊 ，Model 3的电池呢，大致就位于车的底部中间位置，所以拆电池就一定要上汽修厂常见的大型锯啊，升降机。但在上刑具之前呢，我们要先给 Model 3彻底断电啊，就是把车辆的弱电和强电的连接接口啊全部拔掉。那 Model 3的接口呢，放在后座的下方，拉起后座这一块厚厚的泡棉啊，就能看到。大家看啊。这接口对应的部分就是电池的电源管理系统和 DC-DC。虽然说事先知道正常拉拔操作啊，安全性上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是想想吧，座椅下方就是电流电压的汇入口啊，手不禁还是有点抖的。接口呢被安全拉开啊，终于断了电，这第一步啊算是顺利完工了。那开心之余，我们突然发现，因为断了电啊，电瓶馈电呢，又导致这个车窗啊降不下来了，然后车门也打不开了。这要是卸完电池了，车身和内饰还怎么往下拆啊？前门还好，因为有手动开门的机械结构，那只要连上电，先把车窗降下来就好啊。但是后车门它只能电控开门啊，没有机械开门的结构。那这个时候啊，我灵机一动，把车门对应的那锁扣给拆了，这车门不就关不上了吗？机智啊！到底是拆了多年手机的人啊，多少还是有点拆解智慧。那就在我们开心的拆锁扣之际啊，现场我们请来的技术师傅啊，上完厕所回来啊，看了我们一眼说：“你们拆那锁扣干嘛？啊，打开车前盖，在弱电瓶上接一个外置供电，不就能开关车门了吗？”
第一步断电结束后，第二步我们就开始卸电池。那这个升降机汽修场地呢，是我们额外找的，不是我们的原拆车场地。看着 Model 3被升降机缓缓地顶起我悬空的心呢也慢慢地踏实放下。还没着地，我们惊奇地发现，因为这个升降机是需要靠顶住汽车底盘来升降的，但是 Model 3的底盘和电池呢又是固定在一起的这就导致电池也跟着被顶住下不来了我再次开动拆机人的智慧当时场地旁边刚好有12个轮胎，我们就先用升降机把车升起来，然后在 Model 3的4个车轮下面每一个垫上3个轮胎，接着呢在中间放一个电动升降的平板车用来待会儿顶住这个电池嘛，再把车慢慢降下来，直到轮胎能稳稳地顶住整个车身。那分离升降结构这个时候电池就能够通过平板车安全地拆出来了。把电池包从车身分离出来只是拆电池的第一步，那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电池包继续拆开。这个环节很意外的花了我们将近10个小时。其实打开电池包上面的盖子倒不难几颗螺丝的事儿，但是这黑色的金属外壳就比较麻烦了。除了通过一大堆螺丝固定外这四周呢还有一圈强力的粘胶固定。那我们不敢切割也不敢加热只能用1字螺丝刀配合锤子真的锤子一点点小心的凿开。那光拆这个盖板就花了2个小时。这还没完，更让我郁闷的是这内部电池组的固定螺丝居然是防盗螺丝。那我手头的这个螺丝套筒型号完全对不上。那根据以往拆机把螺丝搞花了的这种经验这种情况得上钳子。果然用尖嘴钳直接卡住螺帽的2个缺口，用力一转它就松了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嘛。但是中国还有一句古话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那新的困难又来了。由于我的拆车方案呢是先拆电池所以拔了一部分接口了，这导致之后的主副驾座椅拆卸变得很尴尬了因为拆座椅其实就是把底座下滑轨前后的这个固定螺丝拆掉就好，所以只要移动座椅就能卸下前后的4颗螺丝。但问题是现在座椅没电动不了了呀。算了，先把能卸的螺丝都卸了再说。那这座椅呢用手它是推不动被座椅挡住的那2颗螺丝呢暂时我们就只能放一放。那后来是我们无意中拆到这个座椅的电控马达发现马达2边呢它各有一根发条你用手呢就可以旋转，一转呢这个座椅就能动了但是要2根发条一起转，并且旋转的力度和速度得大概保持一致，这个座椅才能前后挪动。听着蛮简单的实际的操作是每旋转1圈座椅它只能挪动2毫米整整转了半个多小时我的手都拧成帕金森了。最后一个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拆车过程中还玩了一把改装具体情况呢是这样的。拆完电池后那我们要准备分离这个电机，因为我们这台 Model 3呢是单电机后驱版只有1个电机，但是我们发现电机和后悬挂结构呢是固定在一起，所以我们拆电机要先从后轮下手。那这次拧螺丝可不是什么扳手或者螺丝刀而是一个汽修行业很常见的叫风炮的设备非常高效。整个拆卸过程参考了之前拆电池的方法。那之前呢用来垫底的轮胎再次救场，分3组，分别顶住2端和中间。接着呢把悬挂结构和车身连接的螺丝全部拧下，然后再用一种叫杠杆机的设备把电机和悬挂组件调出来，最后把电机从悬挂里拆出来挪走。好了，重点来了，因为我们还要把车拉回原拆车场地，所以这后轮呢你还得装回去。结果我们尴尬的发现这个减震弹簧压不回去了，最后就干脆顺手玩了一把低趴改装看帅不帅？好了，拆车过程中的坑点就讲到这里对了，我都这么惨了，你们不投个币安慰鼓励我一下吗？那为什么这期节目我没有去做成一个有序的拆解过程视频？一个呢是因为那样做实在是太无聊太枯燥了。我做这个拆解视频的目的并不是想做一个教学视频，
那种视频啊，估计只有汽修专业的人才愿意看啊，这不是我的初衷。我的本意呢，其实是想身体力行的告诉那些多年来一直支持我的粉丝们，进入一个新领域，脱离了原来的舒适区确实会很麻烦，甚至很痛苦。但是人这一辈子总要去做一些突破自我的事情，不然明明20-30岁的大好年华结果一眼就看到了70-80岁的尽头，那人生也太无趣了。虽然迈出这第一步的姿势不那么好看，但最重要的是要迈出这第一步。这次拆 Model 3大家在视频里也看到，重量级的部件还是由专业的技术人员拆装完成。那我亲自上手的更多的是在车门、内饰、中控和车头的部分。可惜截止到这个视频发出来时，其实这辆 Model 3都还没有完全拆完。大家看，那比如像中控台的上半部分我根本找不到下手的点，又不能破坏性拆解，所以呢就只好先搁置了。这次整体拆解完成度大概85%吧。对于我人生的第一次拆车，坦白说我自己还是比较满意的。至于大家期待的重丝归位环节，朋友们感谢你们真看得起我。不过呢，我相信自己总有一天可以做到还原一辆车，毕竟今年是牛年嘛，不吹白不吹啊。这次 Model 3拆解呢，我算是开了一回眼界了。那些曾经只在网络的图文和视频里见过的东西现在都真实的呈现在我的眼前，并且得益于中程智能硬件加速器提供的供应链资源支持让我能理论结合实际，再一次更深一点的认识了特斯拉。比如这个电池组件我们拆的是2020款基础续航版本，所以电池组底部留有升级的空间。那基础版的电池容量呢为52度采用的是 LG 化学的217003元锂电池。不过现在特斯拉电池的供应商已经改为了宁德时代。那整个电池包有4个模组每个模组采用24串联31并联的形式，那有744节电芯，总计2976节电芯。那每个电芯的电压是3.6伏，容量呢是4800毫安时。整个电池包都有蓝色的导热胶填充，那侧边可以看到有铝制的中空冷排冷排内部呢有冷却液，通过4进4出的水管来进行循环散热。电池并不是平行放置的，而是交错放置。那这么做的好处是增加电池和冷排的接触面。电池组上面看到的电感、电解、电容、变压器这部分，其实就是 DC-DC 和 OBC。那 Model 3是支持直流快充和交流慢充，其中 DC-DC 呢就是将高压直流电转化成低压直流电，而 OBC 呢是将交流电转化为直流电。之前的 Model S 中呢，这些电控单元分散安装在汽车的各处，而 Model 3将电控单元、交流充电器和 DC-DC 转换器都整合到了一起。最后呢，就是特斯拉的看家本领 BMS 也就是电源管理系统。对于一个电池包来说最棘手的问题呢，就是电芯的一致性。比如有部分电芯会比其他电芯放电速度更快，如果此时系统感知到电量不足，然后进入充电模式的话，那些原本放电速度正常的电芯呢，就会先行达到满电，那再往下就是我们常说的过充，这就会导致严重的衰减，甚至有爆炸的危险。而 BMS 呢，可以高效地监控到每节电池的电压、电流、温度等参数，精准地控制电池的充放电电压和电流。你们看每个电池组上方呢都有一根排线和主板来负责采集信息，再把这些采集到的信息呢反馈给 BMS， 以此呢来提高电池组的可靠性。接着我们来看这个车价，大家都知道 Model 3呢是特斯拉用来跑销量的车型，所以在售价上就相对会比较亲民。那价格那是一降再降这就带来了在制造环节中的成本控制问题。哪些能省，哪些不能省，相当有讲究Model 3没有采用 Model S 造价昂贵的全铝结构，而是采用了更加经济实惠的钢铝混合的车架结构。大家配合这张图一起看那车架整体根据不同部位的强度需求呢，还分为铝材、低碳钢、高强度钢和超高强度钢。铝制结构主要是集中在车尾，
因为是后驱车嘛，车身后部的重量本身就相对比较大，那采用铝材呢，就能很好的去平衡车的这个前后重量分布。超高强度钢呢，集中于这个乘客舱车身纵梁、A 柱、B 柱、车顶纵梁以及底板梁等位置，那可以更好的保护乘客的安全。那车头的防撞梁两侧呢，还有一段弧形超高强度钢结构的加强梁能够将正面的碰撞能量呢引导至车底两侧的门梁。当然还可以在小角度碰撞时，让撞击车辆发生偏转，划过车身，减少这个实际的伤害但是核心的目的呢，还是为了保护底板下方的电池组。最后我印象深刻的呢是 Model 3那高级程度的电子电器架构。这一段我尽量用通俗的语言来描述，如果有不恰当的地方呢，欢迎大家在留言区进行技术讨论。这么说吧，传统的汽车它的整车控制呢，采用的是一种分布式的功能域概念，就是说像你车里的娱乐系统、驾驶辅助、底盘调教、动力模式等等功能呢，都各有一个大脑，就是通过大量的 ECU 控制器和往返布置在车身内的线束来进行通信。而 Model 3的电子电器架构呢，整合成为了4个模块。那比如光这个右车身控制模块就具备了4大功能像车身右侧的车门、车窗、车锁、座椅加热、空调、尾灯等等这些零部件全部用右车身的模块来统一控制。那不再像传统车那样用多个保险丝以及继电器盒来单独分散的控制。那这几个大模块之间呢，还可以根据需求进行这个通信而它们的上面有一个统一的操作系统。可以说特斯拉是按照电子产品的逻辑设计了整个 Model 3的电子电器架构。那这么做的好处首先就是 Model 3实现了 OTA 升级，你像理想、小鹏、蔚来都是这种架构，所以都可以实现 OTA 升级这是传统车做不到的。其次呢，就是造车的成本下降了。上面提到传统的汽车依赖大量的线束来完成众多 ECU 的信号传输，一般来说通常光线材总长就会达到5公里左右，并且呢这些线材都还只能通过人工才能进行安装。而 Model 3的线束呢只有大概 1.5公里，那材料和人工的成本都大幅下降，还提高了整体的生产效率。起因呢是情感问题我今年刚好到了而立之年，每个人对而立的期待值呢都不太一样。那我自己呢就想着怎么去做一件超越我过往又能体现我过往的事情将来老了能留个念想。所以我作为一个数码拆解 UP 主，亲手拆一辆车这个念头就顺理成章的冒出来了。之所以选择拆解 Model 3，因为它是特斯拉。在我眼里呢，特斯拉有一点像 iPhone。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在 iPhone 之前，其实早已经有了智能手机。iPhone 并不是开创者，但是呢，智能机的概念却因为 iPhone 的出现，极大的加快了大众普及的过程。特斯拉也一样，在它之前其实已经有电车了，它不是第一个。比如在它之前，1997年上市，大名鼎鼎的通用 EV1，但是最终也是因为特斯拉的出现，智能纯电车的概念才迅速的被大众所接受。我也不知道用什么样的词语来形容它的行业地位会更贴切你说它是开创者吧，名不副实；说它是行业标杆吧，这就又有点过头了。毕竟目前的驾驶体验对比同行，特斯拉并没有形成完全碾压的态势，并且身上还有一堆槽点。但是这一切却又并不妨碍特斯拉成为大多数人心目中智能新能源车的引领者。那目前有一种说法说我们国家那么积极的引进特斯拉给钱给地给政策，就是希望借助特斯拉的技术和品牌力来培育我们国家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所以我也借此拆解机会呢，统计了一下这款2020 Model 3的主要零部件供应商信息。大家目前在网上能查到的那些供应商信息其实都已经过时了。那这一份呢是相对准确的如有错漏，欢迎大牛在评论区留言或者私信我会去一一核实，并且呢将最新的信息
及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更新。这里呢，我们把整车主要零件分成了9个模块，经过统计呢，一共有58个主要零部件，涉及52个供应商。那除去芯片和系统软件部分基本由特斯拉自研以外，可以说Model 3的车身主要硬件实现了约95%的国产化。目前呢，只剩下双目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以及电动助力转向没有使用中国大陆生产的零部件。当然还有很多细分的零部件还没算呢。那有些供应商暂时还没法确认。那我们大概统计了一下，目前 Model 3整车实现了70%到80%的国产化。那我们顺手呢还做了一张供应商区域的分布图大家可以更直观的感受一下我们国家的新能源车产业链看来国家的产业扶持目标快要达成了。那得益于产业链的完善，国内呢也出现了像小鹏、理想、蔚来这样踏实造车的新势力新能源车产业一片欣欣向荣。我期待并看好智能电车的未来。好了，我是欧斌，在这里呢给大家拜个年，祝大家新春愉快，阖家安康。那年拜过了红包就给这期视频投个币就行了，别客气总算录完了。